怎么了？你眼睛了？没有，许是赶路累到了，这几日都有些不适。没瞧出什么来，那等回新鞋庄，让师傅好好给你看看。嗯。哎，怎么没见梅山君跟你一块儿回来？我们遭到了天元派的追击，他驾着马车把追兵引开了，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。但我们约好了，若是活了下来，便在平安客栈碰面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在平安客栈等他。嗯。这是什么声音？皇宫里传来的丧钟，宗定帝驾崩了。真的坐到了这个位置，却只看到了四四方方的院落，来来往往的朝臣。这也很想出去走一走，可却怕丢了这把椅子。这把椅子，可是先生，你一路背着朕，踏过风雪，走过暗巷，经历了无数的阴谋算计、血腥与肮脏才抢来的。若是丢了，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背着朕把它抢回来了。走吧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我抽出袖剑，左右那么一摆，险些将那司马燃灯斩于马下，吓得那上千修行者皆不敢上前。嚯，你连元婴修者都伤得了？别打岔，说到哪儿了？哦，他们将我逼入山中，我不得不抛下马车，藏匿了起来。他们却用那搜神定踪的术法，一寸寸搜寻我的下落。那找到你了吗？必然是没有。嘿，我藏了起来。藏哪儿了？在他们后边。啊！我倒吊在树藤之上，随即摸到了他们后方。我唰，先斩10名手染血腥者，我嗖，再斩10名面容凶狠者，最后我唰一剑穿到了他们正中，便是那天元派1等弟子司马燃灯的所在。好生厉害啊！低调。不好意思，你继续吹。哦，继续说。你别不信，
我当时一套剑术打得他们落荒而逃，正是小爷我自创的至高剑法——十绝绣剑。为什么是10绝？那陆仙桥用的是9绝剑，我比他强那么一点儿，自然比他多了1绝。厉害！哼。啊，他们回来了。你们回来了？不是我说，你们这脚程也太慢了吧？我们今晚得好好庆祝一下。俗话说，死里逃生必有后福啊。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差不多嘛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我当时真是刀山血海里趟出来的。当时数千个修行者把我围得水泄不通。你们怎么都不听啊？听你吹牛吗？怎么就是吹牛了？还数千个修行者，我就是修行者，不服你来跟我比划比划。好啊，划拳还是牌九？阿定，你已经赢了，放宽心，好好睡一觉吧。从刚才见你就一声不吭的，你还好吗？不知怎么，我总会想起阿定，想起我们在宫里互相扶持的日子。无论他过后对我如何，我们之间的情谊都是真的。我也一直在想，这漫长的生命，真的是一种馈赠吗？那你觉得这是什么？更像是一种惩罚，惩罚留到最后的人，看着自己的亲人朋友一个个远去，只剩下自己在世间独行。猛然回头，发现人生既无来路，也无归途。那是以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你有朋友，也有家人。等到最后一步还完心，你也就可以做一个普通人了。接下来要回崇灵谷吗？朱玉来信，说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我陪你一起。梅山君陪我一起就可以了。那怎么能行？安心何其危险！这么重要的事，我必须陪在你身边。崇灵谷很安全，之前我换肉、换骨、换血，你又不是没看到，没什么事儿。而且如果你要陪我去的话，说不定我会分心。可是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哎呦，白师兄今日力气大呀，这么快就满了。是啊，是这大师兄现在跟凡人也没什么区别，怕他干什么？对。干什么？是他吗？
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师兄，快尝尝，还热乎着呢。哪儿来的鸡腿啊？我帮山顶的那老师傅擦钟，他给我的。擦什么钟？就是擎天峰顶上的那只鼎元天钟啊。那天钟是开启护山大阵的钥匙，非亲传弟子不得靠近，怎会派你去呢？那大钟就是个哑巴，只有元婴修者才能敲响。我就是个练气的，谁会防着我呀？哎，对了，大师兄，你刚才在找什么呢？碰到一个人，有些眼熟，应当是我看错了。刚才就只有莫关长老过去了。莫关？嗯，哪位长老？我在宗门可从未见过。正常，莫关长老除了闭关就是下山采买。别说你了，大师兄，就连我整日在宗门里待着，都没见过他几次呢。若是你再碰到他，留意一些，帮我打听一下。嗯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多谢。来，大师兄，我觉得你变了。哪里变了？就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，具体吧我也说不上来，比以前变得更有人味儿了。我可没骂你啊。你说的对，我本来就是个人。哎，我回来了！哎，你可回来了，饿死我了！咱们吃什么？豆糖、包子。咋又是包子？包子怎么了？有菜有肉，还管饱。那也不能天天吃包子。整天什么事儿也不干，牢骚倒是不少。下回啊，你去买。我去就我去。你说啊，咱们都在这儿守1个多月了，里面一点东西都没有，到底啥时候是个头啊？哎，修行者的境界突破最讲究机缘，人一旦遇上了，闭关个3、5年也是常有的事儿。反正是好事儿，我们静观其变就好了。吃。知道不凝目，灵台战中穴，这便是洞穴。金丹炼成啊！哇，舒坦啊！你怎么样？多亏林兄相助，在下已晋升洞穴，多谢。哇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顺手的事儿。再说了，这事儿呢，我还算沾你的光。有个事儿我就想问了，你这个手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出了点意外，好在祸中得福，都过去了。哦，走，我们俩庆祝一下，我安排。不了，我修有所成，准备正式入山了。也好，我这出来这么久了，确实也该回去看看我们家老爷子了。这样，下次去天音山，我俩喝酒，你请。一定。告辞。金丹炼成，这事得喝一喝。再摆上几桌。莫关长老，莫关长老。
长老，长老，长老。猩红教的衣服。师兄，你有事吗？缘起一夜未归，二位师弟可知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我也没有见过。不过他这几日说要下山回家，这时候可能已经离开了。要不师兄去谢剑池问问，那里的弟子有出入记录。多谢。大师兄，出事了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出事了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缘起，缘起，缘起！发生何事？我们是在后山发现的他，不知谁将他伤成这样。白师兄，怎么办呢？缘起，什么？缘起，缘起，缘起！白师兄，我要见师傅。缘起心脉破裂，只有掌门的混元真气才能救得了他。掌门正在殿内议事，没有诏令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入。等不及了，大师兄，我也是奉命行事，莫要为难我。弟子白宗英，请见掌门师尊。求掌门师尊救缘起一命。弟子白宗英，请见掌门师尊。求掌门师尊救缘起一命。掌门师尊正在议事，诸位长老也在殿中。师兄这般胡闹是要做什么？只有掌门的混元真气，才能重启缘起心脉。白宗英，你是灵根被挖了，还是脑子被挖了？他一个外门弟子，如何让掌门师尊用混元真气这等术法相救？那可是会损耗修行的。你若还顾及点脸面，就赶紧离开。燃灯师弟，燃灯师弟，弟子白宗英，求掌门师尊救缘起一命。弟子白宗英，请见掌门师尊。缘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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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兄，缘起，缘起，师兄。
那我走了。等我换完了心，我就去信息庄找你。你到了崇灵谷，一定要记得给我写信。好。哎，阿生呢？好歹一起走过一道，都要走了，也不出来送走。要不你去问问他？算了吧。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一定平安回来。你也是。那我走了。阿生，阿生，之前还好好的，怎么又闹上脾气了？出来吧，他们都走了。阿生，你在吗？丽娘，你看到阿生了吗？没有哎，他不是在房间里吗？不在。那可能出去了，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。等你到了崇灵谷完成换心，是不是会变成普通人，再无法力了？对啊。那你不妨考虑一下，拜我为师。我将我这身惊天地泣鬼神的剑法传给你，以后你再对上阿生，也不至于受他的气了。他不会的。这么肯定啊？玉。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们去前面休息一下吧。好，去，撤。启禀掌门师尊，白宗英已被关入后山。白宗英已废，并且知道我派大计，为何不将他直接除掉？我们做这件事，不是为了排除异己，而是为了整个修行界寻到一条出路。小白是你的师兄，他虽然现在不明白，但将来一定会明白的。是。他早晚会明白的，他们全都会明白的。等你变成人之后，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？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些年走南闯北，可去过不少地方。漠北的星光疏淡寂静而神秘，那里的极光如梦似幻。东南的巨庸山也不错，那个飓风巍峨直入云端，最绝的是那岩山泻下的瀑布，气势磅礴，
让人一见难忘。等你伤好之后，我陪你挨个去看看，到时候叫上西梅和阿生，咱们一起去。谢谢。嗨，这有什么？朋友相处，图的不就是一个热闹吗？对了，我刚才说的这些地方，你有去过吗？那个巨庸山我没去过，但我听说那里长有一种叫做洋金花的灵药，配上大乌草可以制成迷药，会让人全身麻痹，昏厥10日不醒。无论你的修为有多么的高深，体魄有多么的强壮，都抵挡不了。有这么厉害？当然了，我就在酒里下了这种迷药，敢不敢试试？试试就试试。这也没……你还真的……这条路，还是让我自己走吧。快点回家吧。改天去你家喝满月酒。哎呀，你这说的，这你上次还去我……你看，走，公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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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公子醒醒！公子，这人怎么了？他是被草丛里的毒蛇咬了吧？不行，那会出人命的。这样，我们先拿把手把他送到村里刘老汉家里。他常年在山里走，是这个在行。好，来。对，对，对。放这儿吧。哎，新梅，这马上要开饭了，你准备去哪儿啊？我去找阿生，你们先吃吧，不用等我们了。那我给你们留一点儿。哎，这是谁啊？选这个时候来拜山的，也不看看都什么时辰了。哎，谁知道呢？来者何人？可有拜帖？你师出何处？来我天元派，所为何事？掌门师尊，让你进去。
怕了？晚了。阿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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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阿生，阿生，你怎么了？好虚假！还敢来？化神期修者要见我，我不敢不来。你知道我的修为，还敢只身前来，胆子倒是不小。对于你，我躲与不躲，没有任何区别。你倒通透啊！只是有自知之明罢了。敢问前辈，此次唤我来，所谓何事？所谓何事？亏你还说得出这句话！苏太乙这个老匹夫是你的徒弟吧？他借酒炼不朽丹为名，欺骗我们多年，浪费了我们大量的人力物力。现在鸡飞蛋打，他死的倒是轻巧，欠我们的债该怎么算呢？各门各派付出了多少？崇灵谷早已记录在册。那日苏太乙突然仙逝，大家怨念极深，不欢而散。确实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机会，可以详谈善后事宜。今日我来，可以告诉大家，崇灵谷不会欠大家的债，大家可以随时去崇灵谷查账。待账目查清楚之后，可以将自己的财货灵药悉数带回宗门。你在北乡和新邪庄的2个孽徒，帮着无双会那些魔道妖人残害我正派弟子，这笔账又要怎么算？在四合书库，我们双方确实发生了一点小冲突，但你们的弟子被青红教所困，也是我搭救的，一恩一怨足以抵消。白宗英是当事人，他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如果你们想要问清楚的话，可以唤他前来。怎么会有这样此事？那平湖一战中，我族死伤的无数冤魂，又该怎么算？你这个
战鬼族的余孽，还得清吗？你们果然都知道了。战鬼余孽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人人得而诛之。可能你们还不知道，我的身体里留有一半人族的血。我的父亲是一位仙门修者，所以我的身体里同时拥有战鬼族和人族的血脉。这些年我一直在人族游走，隐藏着自己的身份，就是担心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之后，引来杀身之祸，导致两族交战，仇深似海。我无力改变这个结果。如果大家还是觉得我罪大恶极的话，我也无法辩解。我此次来，只有一个请求。这件事与新梅、与新鞋庄毫无关系。若有怨恨，尽管冲我一个人来，我愿一力承担。师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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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姐。这是怎么了？金疮药、止血丹，再打一壶热水，快！快去，快去！他怎么样了？暂时保住了性命，但撑不了多久。那得赶紧去找大夫。陆千桥认识崇灵谷的人，咱们现在就出发去崇灵谷。我废了师姐的气海，刺穿了她的心脉，就算能坚持到崇灵谷，也是死路一条。是你伤了她？替我照看好师姐，我去就回。你要去哪儿？找人救她。啊！这间院子已经闲置很久了，刚刚打扫出来，你先凑合着住吧。这间房曾经的主人是谁？不知道，自我入山以来，这座景清院就一直空着。听说过去有一位长老住在这儿，但他已经仙逝很久了。
这是你的父亲很喜欢的一首曲子，你听过吗？他叫陆景然，是我的师弟。当年奉师门之命去接近你的母亲，直至他死前一直都在寻找你。对你来说，他不是个称职的父亲；对你母亲，他也不算一个合格的丈夫。但是对于人族，对于天元派，他是功臣。你在凡尘行走多年，应该能明白吧？在这世上，任何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，爱与恨也是这样。他先是人族，是天元派的弟子，其次才是我父亲。这一点，我不怪他。听说你的力量在逐渐下降，你在用蜕皮、削肉、剔骨、放血、换心之法，去除五不全的诅咒。李掌门有何指教？不管你信不信，我都没有恶意。你是景然的孩子，也是我的子侄。如今，你还留有筑基期的修为，可见全盛时期的你，已经摸到了完美战鬼的门槛。你的天赋能力远超你的母亲，如此修为，就这样放弃了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比起长生不老、法力无边，我更希望自己活得像个人一样，背负着诅咒而活。漫长的生命，只不过是炼狱、受罪罢了。你是这样想的？那不妨就再等一等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世事无常，不要轻易下重要的决定，等一等，或许就会有转机。你之前的修为停滞不前，所以想和我一起回魏县生活。现在你是元婴期的修者了，想法有改变吗？没有，我还是想跟你回魏县生活，而且我都想好了，你不是医术好吗？咱们就开一间药方，日生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你治病救人，我就在旁边给你打打下手。如果修行界发生任何的大事，可能会危及很多人的性命，你会出手吗？会。这么肯定？作为修者，我这身道行来自这方天地的馈赠和万民的供养，不能只知索取，不知回馈。而且，守护世间的安宁，本就是咱们修者的天职。所以，无论修行界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不会独善其身的。我明白了。你不是要做个普通人吗？要这蔽日幡还有何用？此次回中原，福祸难料，这东西或许能用得上。这蔽日幡乃邪修所炼，专靠吞噬精血激发能量。你之前以战鬼之血献祭，虽然打败了教主，可你这一身战鬼之血也被抽得干干净净。日后若是再用，所激发出来的能量也会大打折扣，只怕还会遭受严重的反噬。我知道。师兄，师兄，今日新学的那式剑法我没太看清楚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？学的时候不用心，现在知道急了。明日周丹石桶水，我去教你。多谢师兄。
我明日肯定好好学。哎，今晚放饭的时辰是不是晚了？不知道啊，我都快饿死了。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走走走，快走！哎。元启啊，早就跟你说过，跟着那白宗英没什么好下场，可你就是不听，就跟我能害你似的。别胡说，元启师兄是自己摔死的，和别的没关系。摔死他？哼，谁信呢？你信吗？还是你信啊？白师兄去哪儿了？这阵子都没见他。元启杀3期，他也没露面。不知道，他爱去哪儿去哪儿，跟咱们没有关系。白师兄去哪儿了？我写的信他都没回，来了几日也没见着他人影。不知道。你现在代替他掌管宗门内务，他那么大一个活人，去哪儿了？你能不知道？下山办事了。白师兄失了灵根，法力全无，他能去办什么事？这废物也有废物的用处。你说谁是废物？天元派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，再敢纠缠，我现在就废了你！谁？我是陆千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被抓来的？你战鬼的身份暴露了。先别管我了，我有事要问你。白宗英怎么了？昨晚暗中偷窥的人是你。请你相信我，我绝对没有任何的恶意。大概半个多月前，我给白师兄一连写了3封信，他都没回。我担心他的安危，就赶来看看。可我没有见到他。天元派的弟子都说他是下山去办事了。你相信？当然不信。白师兄灵根被挖，有什么要紧事要他去办？况且他什么东西都没带，其他东西就算了，竟连他一向佩戴的日华也留了下来。他身边有个极为忠心的师弟，名叫元启，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天元派上下一张嘴，口风紧得很，说是摔死的，可能吗？你认为这件事与天元派有关？我脑子很乱，理不清楚。那你这是准备要去哪儿？我要回师门，去找师父帮忙。你师父是灵寂山的掌门，能管得了天元派的事儿？那也好过在这儿干等，听天元派拿话来哄我。如果白宗英真的遭遇了不测，那他的处境只有2种可能：要么就是死了，要么就是被关起来了。以你对天元派的了解，你觉得他们会把他关在哪儿？